嗨，大家好，我是安然若风。今天的旧衣改造呢，要改的就是这条连衣裙。这个裙子呢，我穿在身上远看还好，就是它的颜色啊、印花啊什么的，我都非常喜欢。但是稍微近一点看，它就有很多的问题。首先是这个肩部的设计，我非常的不喜欢。然后它上头还有很多这样的小珠子，这个珠子现实中看真的是一眼假，非常的廉价。然后前面这有很多这样的珠子。然后另外更糟糕的是，你看它这个前中线，你仔细看的话，它在偏这面的位置，它不在中间，它的前中线不在中间。然后这个裙子上面还有一些破损的地方，我需要在改的过程中给它处理一下。然后你看这条裙子的尺寸跟我本身尺寸是一样的，所以我没有太多额外的布料可以用。那我现在还不确定我最后要把这个裙子改成什么样的。我先把这条裙子拆开，看看我有多少布料，然后再决定今天的设计。那现在就先来把这条裙子拆开。这个裙子我现在基本上已经拆完了，就是它有两个地方，一个是这些珠子，你看这个珠子它不是缝上来的，它是这样钉上来的，所以它是拆不掉的。那所有这些有珠子的地方，我就只能连布料一起扔掉了。另一个是裙子下摆的荷叶边，我很喜欢这个荷叶边，很想把它这样原样保留，但因为这个荷叶边上有很多破洞，所以没办法，我还是要把它拆掉，然后把这个破洞的地方都给它剪掉，然后最后如果我有多余的布料，那我再做一个新的荷叶边给它缝回来。这是我原先裙子上的前片，我把中间这个钉珠子的部分剪掉之后，那现在就成了这个样子。这个呢，做我的前片是不太够的，而且我不希望中间地方有这么一个缝线，那所以我就拿之前拆下来的这个荷叶边，用它来做一个新的前片。我在这么一长条荷叶边上选出一块我比较喜欢的花纹，用它来当我的前片。那我要在这个上面量出我胸围的一半，然后加上几厘米的余量，再加上1-2厘米的缝份。检查一下这个尺寸没有问题，那我就可以把这个长方形剪下来了。剪好的这片呢，我要在上面加袖口。那我先把之前从原裙子上拆下来的厚片铺在上面，然后把这个袖口的地方描下来。因为我们胳膊是朝前活动的，那最前面的袖口应该比后面的大一点，所以我现在把这个袖口再加大一点。我现在就可以把这个袖口剪出来了。然后对称的在另一边剪出同样的袖口。那这个就是我的前片，我把原本裙子后片肩膀上的部分裁掉，那剩下的就是我新的后片。这是原裙子的袖子，那我要把肩膀这部分弧线的地方给它裁掉。然后我要把这个袖子改短一点，那我就直接把下缘裁去一截。这袖子我是打算做成泡泡袖的，那我要增加它的宽度。首先呢，我量一下它的长度，然后把它裁成2半。中间这个部分就是我要增加宽度的地方。我还是用之前从裙摆下拆出来的这个荷叶边，我在上面量出跟我改短后的袖子同样的长度，然后裁出2个长方形来。接下来就是把这2个长方形缝到我们之前裁开的袖子中间了。
现在我要做腰带，那我就根据我的腰围裁出1个前片，还有2个后片。把前后片的腰带给它们缝在一起。我在腰带的部分熨了衬，把上身部分的前片跟后片布料正面对在一起，然后从2侧给它们缝起来。这是缝好的样子。现在呢，我要在前片下边把缝纫机的针脚调到最大，给它平行的缝2条线。我现在呢要一手拉动线头，一手整理这个下摆的布料，因为之前这个地方的长度是等于我的胸围的，那我要通过这样的处理来让这个地方的布料褶在一起，让它的长度等于我的腰围。这部分打完褶之后，那就可以拿这个熨好衬的腰带跟上身的布料正面对在一起，然后从腰上这个地方给它们缝起来。这是之前拆下来的下裙部分，那在它的腰上我也进行了同样的打褶。那接下来就是把这个腰的部分跟我上衣这个腰带的部分给它们缝在一起。现在这条裙子已经有基本的样子了，然后衬裙我也已经给它又缝回来了。但是因为之前外部的荷叶边我不是拆掉了吗？那现在衬裙就比外面的裙子还长了，所以我要在它下边给它裁掉这么一截。现在再来处理袖子，那我把袖子下面这个毛边给它窝回去2次缝起来。然后是袖子的上缘，我已经锁过边了，那我要把它这样窝回去1次，然后缝起来，中间留一个通道用来穿松紧带。我现在要在靠近袖口下缘的部分，这样子给它缝上一条松紧带，让它袖口呈现出荷叶边的效果。这是缝好松紧带的效果，然后在上面我们之前留的这个通道里头，给它穿进一条松紧带。穿好之后，把松紧带的2头给它缝起来，把松紧带固定住。袖子上的松紧带都上好了，那接下来就把袖子的侧面给它缝起来。在裙子领口的部分，我还要再缝一条松紧带来防止走光。现在就是上袖子了，那我们就把之前留的袖口的部分给它们对在一起，然后把这个地方缝起来。另外一边也是一样。从原本裙子上拆下来的拉锁，现在可以缝回来了。我把现在剩下的所有布料全部都裁成了布条，然后给它们缝成了这么很长的一条。我把这个布条的2边都锁了边，然后现在呢，把一头这样子给它窝回去缝起来。然后另外一边呢，我要给它进行打褶处理，给它做成我裙子新的荷叶边。最后呢，把这个打好褶的荷叶边重新给它缝回到裙子的下摆上。这步做完，那今天的旧衣改造也就完成了。现在一起来看前后的对比吧。